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在上一节中，我们了解了在网格编辑器中对音符进行修改的一些基础操作，包括在钢琴卷帘窗中对音符进行选择、移动、修改长度、添加新的音符、删除音符以及分离音符。这些操作和大多数宿主软件中的钢琴卷帘窗操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一节我们来看看 EasyKeys 2中额外的一些音符节拍调整功能。我们先将歌曲轨道区域收缩到最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 MIDI 音符。首先，在网格编辑器的工具栏上提供了一个人性化功能按钮。激活这个按钮， EasyKeys 2会对所选音符进行节拍和力度的微调，让音符回放出来的声音更加人性化。我们将窗口放大一些，来切换人性化按钮。仔细看当前所选音符的开始位置以及音符的力度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接下来是吸附功能。激活后，在我们移动音符的节拍位置或调整音符长度时，音符可以自动吸附到距离最近的节拍网格线上，从而保证我们的节拍正确性。吸附功能按钮右侧还提供了自动吸附的精度设置菜单，默认选择的是自动，这会根据当前窗口中的缩放程度来自动设定吸附精度。窗口缩放的越大，吸附精度就越高；窗口缩放越小，吸附精度就越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菜单中自己选择要使用的吸附精度。如果想要完全自由地调节音符节拍位置，可以临时关闭这个按钮，然后再调整音符的位置或长度，就不会受到网格自动对齐的影响了。例如，我们在需要做一些快速爬音或修饰音的时候。另外，在工具栏最右侧的选项菜单中，有一项吸附到网格，在子菜单中包括了是否启用自动吸附功能的选项，下面还有2个额外的吸附选项，一个是吸附到音符。如果勾选这个选项，则我们在移动音符的节拍位置时，也会对纵向上的其他音符自动对齐，即使纵向上的其他音符没有在正确的节拍上，也会对齐。另一个吸附选项是磁力吸附。勾选这个选项后，在移动音符时，音符会自动移动到最为接近的节拍网格线上。下面还有2个有关移动或复制音符的选项，一个是绝对吸附，代表在我们移动音符时，音符总是会与所设定的精度网格线对齐，而不管这个音符原来是在什么位置。而第2个选项是相对吸附，代表在移动音符时， EasyKeys 2会先记住音符原先的位置，并按照吸附精度的设置对音符进行移动。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所选择的音符原先并不在正确的节拍位置，例如提前了一点点，这时启用吸附功能后，移动这个音符，则自动对齐的是音符的移动距离，而不是音符的开始位置。这样就能够保留我们音符原先提前一点点的节拍设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使用绝对吸附还是相对吸附。工具栏上还有一个节拍按钮，单击此按钮会展开一个额外的节拍控制区域，这里提供了不少有关音符节拍与时值的控制功能。首先是量化，通过调整此滑块，可以对当前所选音符进行节拍量化，其量化精度取决于我们对吸附精度的选择。如果当前音符自身位置和吸附精度设置相同，那么变化就不会很明显。如果我们换一个吸附精度，然后再进行调整，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变化了。第2个功能是随机化，通过调整此滑块，
可以为当前所选音符的节拍添加随机性，这样回放出来的感觉会更加人性化。第三个是时值长度，通过调整这个滑块，可以按百分比来缩短或增加所选音符的时值长度。第四个是摇摆，通过调整这个滑块，可以让所选音符的弱拍按百分比来产生节拍的错位，从而让整体节奏产生摇摆效果。在右侧的菜单中，还可以选择音符摇摆的可变范围，默认选择的是自动，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时值范围。时值越长，可以调整的摇摆幅度就越大。最后是一个轻移功能，可以将我们当前所选择的音符向前轻微移动，或向后轻微移动。在工具栏最右侧的选项菜单中，可以设置每次轻移的移动距离，默认选择的是128分音符，这里还可以选择毫秒，以及跟随自动吸附功能所设定的精度。另外，在工具栏中的音符菜单中，还提供了对节拍设定的复制与粘贴功能。我们可以对某些音符进行量化调整、随机调整、长度调整以及摇摆调整之后，通过音符菜单中的复制节拍设置命令，复制当前的节拍设置，然后选择其他想要应用相同设定的音符，通过音符菜单中的粘贴节拍设置命令来应用相同的节拍设定。在音符菜单中，还有一些关于音符长度的设定功能。这里除了我们在上节课程中讲解音符右键功能菜单时提到过的将音符延长到下一个和弦和移除重叠功能以外，还有伸缩功能和设置音符长度功能。在伸缩命令的子菜单中，可以对所选音符的长度按比例进行伸缩处理。这里提供了半速、倍速以及44拍转86拍和86拍转44拍的伸缩命令。在音符长度设置的子菜单中，可以直接为所选音符指定一个固定的时值长度，例如设定为8分音符，这样所选的音符长度就都变成8分音符了。好，关于网格编辑器中的音符节拍调整功能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网格编辑器中的音高调整功能。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